射日之争中，卧底数年如鱼得水。射日之争后，百般逢迎，千般凌厉，万般手段，最终坐上仙都之位，成为当之无愧的百家第一人。如此人生，堪称传奇。当听到那些夸赞之言时，金光瑶苦笑着摇了摇头。身前的光芒似乎总是能掩盖住身后的泥泞，世人只知他统领百家，可在这路上是如何艰辛跋涉的，世人却并不在乎。想到这，又是一阵苦笑。如今这般处境，怕再没有哪个小朋友肯愿意当一当金光瑶了。有个小朋友和事老般的道：“好了好了，都不要争了，我是夷陵老祖，我最厉害。我看就我勉强一下，做了这个老大吧。”众人好笑地看着一级台阶上的两位夷陵老祖，又觉得这个小夷陵老祖在厚脸皮上颇得这个正牌夷陵老祖的真传。众人随着这个孩子的指引，也看到画面中默立在一旁的蓝忘机。好吧，这群孩子把握到了精髓，扮演蓝忘机确实应该闭嘴不说话。的确像魏无羡所言，神情颜色入木三分，尤其是闷闷的闭嘴不说话的样子，这一对比，只感滑稽。魏无羡多大个人了，还能跟一群孩子玩到一起，真是。两人一路西南而下，左手指引的地点是大雾弥漫的蜀东。这条路通往驿城，石碑上的第一个字是驿字，非侠义之意，乃义庄之意。画面中雾气弥漫，只能隐隐看到望羡二人的模糊影子，二人愈发凝神戒备。正在这时，前方迷雾之中，许多人正在谨慎地朝这边走过来。魏无羡翻出一张燃阴符，轻飘飘地朝前掷去。对面的来客也觉察了这边有人掷出了什么东西，立即反击，突然发难。剑光横扫，一阵手忙脚乱，待听到叫嚷之声，众人才知道来人是谁。一群少年得知对面是有飞敌，如蒙大赦，一股脑围了过来。在场曾经去过此地的少年们个个正襟危坐，凝神细看。要说这里边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魏无羡与金陵救生俩的相处方式。谁说让你没人就进去的？继续敲，要进的是有人的屋子。金陵道：“你还要找有人的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对，好好敲，你刚才敲得太用力了，很不礼貌。”金陵气得险些一脚把木门踹垮，最终还是狠狠在地上跺了跺脚。金陵回想起这个场景，老大不服气，怎么就这个魏无羡老治他？画面中的少年们一通嚎找，终于有个开门的了。金陵大是惊诧，低声道：“他竟然真的肯让人进去？”魏无羡也低声道：“那是当然，我一只脚卡在门缝里呢，他想关门也关不上，再不让我进去，我就直接踹门了。”在外看戏的众人一阵无语，说好的礼貌呢？待到进了屋，点上灯后，众人也随着蓝丝锥的举动被惊得头皮发麻。随着烛光增多，途中情形愈加清晰，众人为这些小辈松了口气。原来起先那些隐隐绰绰的人影，竟都是扎的纸人。几人入了厨房，看着魏无羡掌勺煮那碗要命的粥。几名曾经经历过此粥厉害的小辈，皆是惨不忍睹之色。如今看到画面，竟觉得嗓子辣得难受。而江燕离笑看自己儿子与魏无羡斗嘴，接下来便是夷陵老祖日常带孩子的普及知识小课堂。当他总结到一种失败的效仿物时，薛洋嘴角掀起一个莫名的弧度。阿金听着故事，没有想到这里面还会有自己的出场，正兴致勃勃地观看，左顾右盼间，正看到薛洋笑得不明所以，忍不住骂道：“坏东西！”薛洋闻言一怔，恍若隔世，这熟悉的骂声竟觉得格外亲切。转念一想，哪里是恍若隔世，明明已然隔世。薛洋故意扯出一抹甜甜的笑意，就像当初一样，口气却是森然：“小瞎子，你不怕我了吗？”阿金啐道：“两位道长都在这里，我才不怕你。”薛洋悠然道：“是吗？别理他。”小星辰抚了抚阿金的头，问道：“这里面他们观察的那位敲竹竿的白瞳少女是阿金吧？你怎么？算了，我且自己听吧。”小星辰欲言又止，他目不能明，因此只能凭借绝佳的耳力来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。阿金拉着小星辰宽广的衣袖，如当初一般腻在道长身边撒娇道：“道长，我们一起听。”好厉害，好厉害。魏无羡侧脸的神色满是欣喜，赞美和惊叹似乎都发自内心，引得众名世家子弟心中的好奇迅速压过了紧张。
众人看着魏无羡装神弄鬼一通，成功引得几个懵懂的小辈相继争抢去观察着白瞳少女。蓝启仁暗暗嘀咕了一句：魏婴这小子教人方法还真是有趣，难怪小辈们都喜欢听他讲学。虽然魏无羡此人时常不正经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他的天赋与能力却是不容小觑。魏无羡在一名少年出鞘的佩剑上轻轻一抹，在拇指上拉出了一道伤口，转身给一对女子纸人点上了2对眼睛，4只眼珠，媚眼含羞和，单纯逐笑开，不问善与恶，点睛照将来。不多时，15、16句走势竟然全都被这一对纸人削成了拼不起来、滚落满地的尸块。屋内的数名世家子弟已然瞠目结舌。且说外面看戏的人皆是啧啧咂舌，邪门歪道，邪门歪道。既然这么邪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追崇效仿？现在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，现拿现用，又不需要苦修灵力，难怪那么多人对此道趋之若鹜。江丰眠与于夫人对视一眼，目光中隐隐袒露担忧。小星辰依旧紧紧抓着他的双华剑，好容易从半昏迷中醒来，咳嗽几声，声音微弱地道：阁下方才那是点睛照将，修习此道，极易遭受手下厉鬼凶灵的反噬。看着小星辰眼上厚厚的一层绷带，想到他的经历，魏无羡不免为之叹惋。薛阳眸若深潭，嘴角噙着浅浅的笑意，他深深凝视画面上自己伪装的小星辰，像是透过他看到了别的什么。他目不转睛，许久许久。一群小辈除了精灵之外的，都叽叽喳喳、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些纸人的威武。而小星辰在喝了魏无羡的粥后，说道：如果要我天天吃这个，我选择死亡。众小辈纷纷表示赞同，有感而发：就是就是。堂屋上方的屋顶破了一个大洞，碎瓦、积灰、草叶如雨纷纷而落，一道黑色的身影从屋顶上方的破口落下。来者是谁？现在众人都已经知道了，正是宋兰。看着画面中宋兰行云流水的身手，雷霆万钧的剑法，众人再次见识到了傲雪凌霜的风采。他强，魏无羡也不弱。那道人虽然双手并用，凶悍至极，但源源不断的纸人围着他攻击，逐渐力有不逮。盲眼、拔舌，为什么这2种特征出现得如此频繁？魏无羡向蓝家那几个小辈问道：你们之中有谁修过问灵？蓝思追一曲问灵，得到的答案个个石破天惊。第一个问题是宋兰，众人都知道，可第二个问题为谁所杀，不敢置信，他回答的竟是小星辰。众人皆知，当初2人鼎盛之时，世人赠予清风明月小星辰，傲雪凌霜宋子琛，乃是知交挚友的关系。就算后来因小星辰遭来薛阳的报复，被涂了白血冠，2人关系一度闹僵，但也不至于因此小星辰就杀了宋兰吧。众人随着无法预料的情节愈加沉迷。小星辰随着画面中蓝思追解晴雨的同时，他附在面上本就染血的白绫愈加深红。第3个问题为谁所控？2等身后之人。小星辰。众人是越来越不明白了。前辈你和韩光君真像。魏无羡奇道：像？我们哪里像了？分明是天差地别的2个人。蓝思追心中默默道：我也不知道，但就是感觉很像，好像只要有这2位前辈中的任何一个人在，就不必担心害怕任何事情。蓝思追没想到这本书竟然把他心里话都说出来，顿时有点不自在。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能这么依赖前辈呢？画面中屋子里就剩下他们2人，几位少年看得更是认真。他们离开之后，对屋子里的经过自始至终都不知道。经过2人一番对话，众人也都知道了这个小星辰是薛阳假扮的，而他费尽心思挟持这些少年们逼魏无羡就擒的目的，竟是为了修复一缕残魂。魏无羡道：什么人的魂？碎成这样，浆糊都糊不起来，我无能为力。温宁拖着一身铁链，携一股白雾黑风，沉沉破门而入。宋兰举起拂尘相迎，2物相击，脚缠在一起。屋外打得砰砰作响，火花四溅。屋内薛阳突然出招，刁钻狠辣，众人看得目不转睛，即使是曾身历其境的小辈们也专注在画面中。琴音铮铮，远远传到长街尽头。蓝忘机继续一手对战薛阳，一手弹奏古琴，轻描淡写的一眼扫过，再漫不经心的勾指拨弦，左右同时出击，气度从容不迫。
蓝景怡激动地吵吵嚷嚷，仿佛那画面中正与薛洋和成群凶尸打斗的是自己一样。他左顾右盼，对身边人咋咋呼呼，说着与当时同样的话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是不是很厉害？肯定是，对不对？这可是我们家韩光俊，当然厉害了。被他问过的人，无一不是跟画面中的魏无羡一样道：是，厉害，好厉害。此时的蓝家众人中，竟没有一个提醒他禁止喧哗。而作为被夸赞对象的蓝忘机本人，看到画面中魏无羡摸着下巴夸赞自己厉害的时候，嘴角间不易察觉的笑意一闪而逝。